大家玩传统的战士路凯撒路玩到腻了吧？没错，现在就告诉大家，一个1000个人都没有一个人会玩他来打出凯撒路的，而且你需要高超的技术才可以完成神的在凯撒路。没错，就是我们的莫拉剑仙啦。这一次我们全程爆屁，队友沟通失误导致没打野也没有法师，好惨的一局。可是我们竟然完成最高输出，一个凯撒路狂杀狂赢，把对面直接切得不要的。到底该怎么冲，怎么奥义，怎么魔文的边线莫拉呢？他克什么英雄，被什么英雄克，他应该打什么英雄，背后的出装的概念全部怎么连招，到底该怎么玩呢？好好享受吧。看到对面的这个蝴蝶大招都不用，直接把它收掉。对面奎伦蹲我们的影子，时空沙阵刷起来，把他红蓝 buff 都拿过来了。看到对面马洛斯，他知道自己走不掉，动也不动，还有我来个闪现，把对面克里希就这么直接双杀。隐形吗？苏密马塞还是要把你拿下。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y Team 的我，这次带来的是莫拉啊，就凯撒路的实战解说。哇，这一次这个我们的网路真的好差。一开始的网路呢，就是大概头几分钟都是卡的没有人有的。而雪上加霜的是，这一次大家让来让去，其实选的就是一开始已经是要莫拉走凯撒路的啊，说了边线，我们走边线的。那小兄弟们呢？哎呀，就让你把最后1秒才换了一个这个换走制裁啊，那也换不及啊，导致这一把就没有打野，而且大家都选角这一把是蛮任性的，可是没有所谓，还是做好自己就好。而这里呢，看到对面的奎伦过来，就马上逃，不管他了啊！不断的刷兵线啊，刷我们的灵鸟换取视野。那莫拉走凯撒路前期是会蛮难受的，没所谓。我们这里呢，躲了2次对面马洛斯的雷魔阵。这里一手闪现啊，我们没有什么蓝了，招也没有了，被他再砍多一刀的话呢，这一波反而是会打不成啊，因为打野知道来，所以呢，我们这里先破防，然后来手大招搭配打野，把他人头就这么的收掉了。看到下路外塔呢，马上就过去拆啊，吃了补包再来拆，那就不浪费啊。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其实莫拉走边线是可以的一个选择。那这里对面奎伦想要跟我们1换1，其实他会蛮亏的啊，因为他身上有一个红 buff， 而且我们的甲虫在附近啊，他想要跟我们换的话，我们一个时空沙阵呢，就再搭配我们打野啊，把他就直接一个1换1换掉对面打野。那值得说的是呢，其实莫拉啊，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小兄弟问你莫拉来走边线是可不可以的？尽管他不是说很传统的一个边线战士英雄，可是真的很多很高端的高手呢，他来打凯撒路或者是魔龙路打的是可以很夸张的。这里呢，不断的透过这个古龙等待他们把我们的2技能呢走过边界破了防，再用大招时空沙阵不用自己尾刀，没有什么所谓的队友尾刀也可以把对面2位英雄收掉之后，再来手时空沙阵，然后呢不断的刷我们的明雷飞龙苏哈，这么远的距离，对面其实是蛮难猜到底我们会在哪里的。然后呢再来一手，再加一个闪现，这里他们只剩下1滴血量，不用我们来收，井来收也是可以的。那之后呢，我们还是当了好久，到了差不多到8分钟这个网络才不会说一时40的延迟，然后掉到去，比方说400多或者是200多的延迟到了大概8分钟开始才可以。当然了，到了中后期也会有一点卡卡的最近，不过没有所谓没有所谓。我们之后再也没有掉过人头了反而是不断的刷对面，刷到我们这一把是最高的输出30多%。那
看到对面野区四下无人，我们又漂移了啊！漂移没所谓，漂一下那就算了。真正的高手没有网络也是可以秀起来，没有网络也可以秀起来是哪招？第二件装备呢，既然我们没有出一个打野刀的话呢，有些小兄弟问，那如果边线莫拉要不要出钢枪啊？是可以出钢枪，自己增加自己的一个冷却缩减，不过窝会比较少出。这里把对面的克里希抽掉之后呢，不怕跟对面肉搏了，来手大招把对面直接一个双杀。这里我们想一下，要不要直接开启一个凯撒呢？那我们可以先把下路的2塔拆掉，这个价值会来得比较高。因为对面4位英雄这个时间点都被收了，然后我们刷起4下，整理这波兵线。如果有小兄弟要来整理下路兵线的话，他也会丢人头。这里我们再度把对面的蓝 buff 给反掉，而第3件装备是全能武器啊，我们会出破阵，然后全能武器。至于钢枪的话，你的爆发性会没有那么的高啊。当然是可以的，冷却缩减会使你在没有打野刀的状况之下呢，你出钢枪会补足一点的冷却缩减。不过那就有点拖装备了。通常呢，钢枪、破阵、天宠这3个装备只会出2件。这里看到对面马洛斯，他知道这里逃不掉，把它收掉，然后来收闪现，把对面的克里希这么的拿下。通常都是会钢枪搭天宠，或者是破阵搭天宠啊，很少说3个装备一起会出的。那在冷却和我们的爆发性呢，我们选择了后者，就是破阵的爆发性。这里先蹲一个草丛，我们不必去追了，反倒是可以把兵线整理，准备拆对面的2塔。艾里这个时间呢，只剩下一个炮车，想要去拆对面的主堡。那对面的井是蛮容易整理的，反倒是这里我们再来一波兵线了。雷魔阵一出来呢，也是蛮难去就这么一波把对面 GG 的，因为雷魔阵它扣着直接拿来整理兵线的话，也是会让到我们需要到再下一波。有这个我们很好的朋友小野怪，我们的莫拉就可以不断的刷起我们的时空杀阵了。那这里网络也是有一点卡可是没有所谓没有所谓，尽量做好自己。看到对面隐形也是没有用小老弟隐形照样还是得收这个就是如果大家玩久了，或者是说你对自己奎伦也有一些比较高的经验你就会知道奎伦的隐形大概会在哪个位置不必一定要他整个隐形没有掉，他有步伐你也大概能够猜到。这里我们2技能呢躲过对面的克里希，莫托斯想要出来切我们，不让我们不断的刷了那小老弟这么容易的吗？把你打成1滴血量，我们原本也残血把你打成1滴血量。马洛斯这个时点出来手时空杀阵把他收下，前期那么的弱势，到了中后期已经是神一般的存在，不断的刷了，把前期受的屈辱莫拉在中后期直接全部10倍奉还。那大家也可以看到要不是这一把全程爆屁的话呢这一把可以玩的没有那么的需要拖到中后期其实前期你玩莫拉自己的技术如果是有的话呢，玩到莫拉对于马洛斯来说，你是绝对前期可以单杀了他的。即便这一把的马洛斯他是有改强，这一把的马洛斯如果拿来走中路是很厉害。那这里不拖了，用命也要把对面主堡直接拆掉，大招躲了对面拔刀斩了。然后说一下他到底搭什么英雄好呢？他搭卡瑞兹汉牙或者是闪电侠，那他会被洛克这种英雄，克里纳卡也是蛮克他的，可以蹲他的原点蝙蝠侠。然后呢，他克什么英雄呢？克里希、迪拉克、勇之类的没有位移的英雄。那这一次拿到一个最高的输出走边路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yTeam 的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哦。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